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迷思英国。今年呢，一出门就有一种百废待兴之感。在大家这个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日子里呢，英国的房市刚刚经历了一轮非常热闹的 party。整个英国的房价上涨到了2016年脱欧以来的最高水平，而在伦敦，房屋的平均价格呢，首次突破了50万英镑，达到了创纪录的51万4千镑。而英格兰的贷款数据显示呢，在去年的4月跟5月第一次封锁期间跌至几乎为零，但是在夏天出现了大逆转，并且在12月触及最高点，批准的贷款数量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。因为脱欧跟疫情的双重影响，经济受到重挫，但是房市呢却如此热闹，英国人民是疯了吗？导致大家突然之间买房卖房的原因是什么？如今的伦敦50万变成了一个平均值，那50万以上跟以下的房子到底差在了哪里？都说伦敦的住宅区域呢正在发生戏剧性的转变，什么意思？到底是富人占了穷人的地盘呢，还是穷人挤进了富人区？这种看似不正常的大涨之后，房价在今年会大跌吗？我脑中带着无数的问号，本期就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波涨价潮的背后呢，首当其冲的是心理因素，就是我们人类很难被长期压抑的需求，越不让买越想买。去年春夏，英国经历了第一波全国封锁之后，民调显示绵绵无期的这个居家办公，让更多的英国人渴望能有一个大一点的带花园的房子。于是，在夏天随着解封的开始，这种被压抑的需求呢，瞬间被释放了。那个时期呢，据说在伦敦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，一天能有20多号买家排队等着看房。英国 House 的平均价格在去年的11月，它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8.5%， 而公寓呢也涨了 5.4%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政策刺激。去年的7月，英国政府呢为了振兴房市，推出了 Stamp Duty Holiday， 也就是印花税假期。在2021年的3月底之前顺利成交的房子，它的印花税呢从原先的25万调整到了50万镑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买一个50万镑的房子呢，你可以省下1万5千镑的税；而在税比较高的苏格兰这些地方呢，你可以省下2万3千多镑。事实证明呢，这招相当有效，尤其是在伦敦这些房价比较高的区域。此外，非常低的借贷成本以及从香港等其他地方来到这里的海外购房者呢，似乎也提振了伦敦和一些主要城市的购房需求。目前的贷款利率相对来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，从2000年的 7% 变成了2020年的低至 2%。那对于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住宅市场来说呢，它被认为是非常低的，尤其是相比较一些拥有新资金的亚洲发展中国家。过去外国人在英国购买房产，他需要支付的税跟当地人是一样的，但情况呢将很快改变。从今年的4月1号起外国人在英国购买房产，他将需要在原本的税率基础上再加收 2% 的印花税。也就是说，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，你在英国购买一套价值50万英镑的房产，你需要缴纳2万3750镑的税，而不是原来的1万5千镑。那么什么算作非英国居民呢？它不需要你持有英国的永居身份，其实你只要在你本身的签证允许的情况下，在你买房子之前跟之后的1年，在英国连续住满183天即可。那联合申请呢，夫妻双方当中只要有一个人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了。这些种种刺激之下呢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国投资者会逆势出手。我也想问一下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你住的城市呢，在这个风雨飘摇的1年里面，房子呢是涨了还是跌了？你是赚了还是后悔了？伦敦的平均值被拉到了50，那在这个50的平均值以上跟以下的房子到底是差在了哪？我想哪两个呢？明明是近在咫尺，但是差别大到天边的区域呢，带大家去感受一下。我们现在呢，沿着这个山间小道漫步而上，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叫做 Chislehurst， 它在伦敦的东南部，行政上呢是属于 Bromley 这个自治区。那它也被称为叫做 Bromley 最好的村庄。好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好的学校，然后有伦敦最绿色的郊区之一。当然呢，这也意味着房价不会特别的便宜。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看的这一栋呢，显示的正在售卖，然后它的现在的售价呢挂出来是将近90万。最主要问题是在这个区域呢，你想要找到3间卧室或是2间卧室的独栋的 house， 其实或者是联排吧，是非常稀少的。而且这一块的房屋的流动率呢，本身也比较低。这个地方历史上住过的最有名的居民呢是拿破仑3世，他曾经被流放在这个地方。那近代呢，像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， 他生前呢也曾经想在伦敦巡演的期间来这里住，但最终呢没有成行。时至今日呢，他的乡村气息依然存在。其实要想保持住这样的乡村气息，挡住更多的人口涌入，不要在这里新建越来越多的住宅用地，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居民呢，你不仅要有财力，而且这个社区呢还要有影响力和人脉。
我现在呢就到了这个 Hampstead Woods 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发现虽然离 Chislehurst 只有几分钟之遥，但是这个地方的房价呢基本上就打了一个骨折。像我留意到它的2房的 house 基本上是在30多万，3房的话呢可能在40多万，而且你的选择有一大把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相比较 Chislehurst 这个地方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新兴住宅区，它的房屋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建的，而且在不断的扩建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基本上呢，它的绿化环境是被房子给包围了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居民呢，大多是一些工薪的这个普通收入的家庭，而且尽管跟 Chislehurst 共享了2个火车站，但它的步行距离呢都在15分钟以上，所以其实交通上也不是特别的方便。第三个就是 Chislehurst 那一带的好的学校资源对这一带居民的意义呢也不太大，私校太贵，而好的公立学校呢这一片的住宅区又基本上不在它的招生范围内。看完这2个区域呢，我也想结合着这几年伦敦住宅区域的一些有趣的变化，跟大家多分享一些。像 Chislehurst 这种地方，在伦敦的内城跟大伦敦的边界之间蔓延的人口密度比较低，然后绿化比较高的住宅区，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甜甜圈。Donut. Donut. 什么意思呢？空气香甜，人烟稀少，孩子逍遥，适合养老，就连街角的那些精致的有机食品店的牛油果价格都很美貌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家认为除了市中心的切尔西、肯辛顿这些富人岛之外，伦敦的内城呢是相对贫穷的，种族更多元化的，而优美宁静的乡村呢是富裕的，是以本地白人居民为主的。但是在伦敦，这种状况正在改变。伦敦智库中心通过观察本世纪以来英国首都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，主导这个城市至少1个世纪的主要趋势正在发生戏剧性的转变，富人正在重返市中心，而穷人正迁往郊区。转变的原因呢，不难发现，越来越多高技能的专业人士呢，正在涌向这些地区，拉高了这些地区的平均收入、租金以及房价。并非所有的人都被迫离开这里，像有些贫困家庭呢，他拥有政府福利房的租约，他可以继续住在这儿。苦的呢是那些没有那么穷，但是又不够格申请政府福利房的贫困家庭，他们只能将搬到更远的区域呢，作为自己的选择之一。而这些区域常常都意味着学校、社区环境、公共交通配套这些设施都不够完善。这些变化正在重新塑造伦敦。伦敦的内城跟外城，如今在人口的多元还有财富组织上的差别呢，在逐渐的模糊化。不知道你生活的城市是怎么样的？欢迎在留言区互动告诉我。最后，作为一个也在这波潮流中上了车的人，我跟很多朋友一样，都在关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房价今年会跌吗？会不会真的像一些吓死人的预测所言，此刻的繁荣会像上世纪90年代初那样，最终以崩溃而告终？我的房子会变成负资产吗？毕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我还得每月还贷呢。对于那些还没有上车的朋友来说，在未来会有更好的时机，以更合理的价钱买到梦想中的房子吗？让我们看一下几路专家是怎么说的。英国最大的在线房产网站 Rightmove 预测2021年的英国房价呢涨，而且要涨4%。另一家著名的房地产网站 Zoopla 则预测呢，在2021年的2月份，房地产的增长率将达到5%，然后在2021年的年底呢放缓至1%。总而言之，还是涨。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房地产中介公司 Chesterton 预测呢，2021年英国的房价将上涨1.5%。Savills 跟 Hampton 呢都预测2021年英国房价的涨幅呢是0%，但是2022年呢会涨4%，2023年呢则上升6.5%。对于一个买了房的人来说，实不相瞒，听了以上这些预测呢，我实在是难掩内心的兴奋和喜悦。听上去很乐观嘛，感觉上未来几年英国的房市还是相当活跃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以上这些预测呢，全部都是来自卖房子的那波人，卖花的他当然要占花香了。所以让我们兼听则明，去听一下那些与卖房子没有直接关系的专家他们怎么看。首先是 Halifax， 他预测英国的房价呢在2021年将下跌2%到5%，而财政部的独立预测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呢则更为悲观，他们认为英国2021年的房价呢将下跌8%，除非财政大臣呢再次提振市场。最悲观的预测来自于 CEPR 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，他们预计房价在2021年将下跌13.8%。
而以上这些预测呢，大多是基于政策带来的经济影响，因为在印花税的假期期间呢，近90%的主要房产交易呢是无需缴纳税的。财政部预测呢，这也将花费38亿的英镑。随着这个印花税的假期在3月底结束，而英国政府为了保留更多的工作岗位而推出的休假计划也将在4月份结束。普遍预测2021年的失业率将从目前的4.8%上升到7.5%，这可能会导致房市迅速降温。当然，如果疫苗计划真的能够顺利推进，让英国的经济呢站稳脚跟，就业市场回暖，那么可能不会。总而言之，目前经济的不确定性呢相当之大，以至于英国皇家特许的测量师协会表示，他没有任何信心发布房价预测。你怎么看待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期，英国政府为了炒热房市这波猛如虎的操作？你觉得在这个时候买房呢，到底是走火入魔，还是合理机智？还是你笃信2020年唯一教会我们的就是不要做任何预测？因为到了2021年，我们唯一确定的可能就是更多的不确定性。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互动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，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。Miss 英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